家好，欢迎大家参加首届 Bitcoin SV 中文开发者大会。我是李惠子，比特币协会的中国经理。本次大会由比特币协会、英国技术公司 N-Chain 以及 CSDN 联合举办。今天非常荣幸，我将代表主办方之一比特币协会对本次大会进行开幕致辞。这是我们在中国举办的第一届 BSV 开发者大会。因为疫情原因，今年我们选择了线上直播的形式，为期2天。希望所有的参会者可以在这2天的观看和学习中收获满满。我们的开发者大会仅专注于 BSV 区块链的技术特性以及应用领域的发展。对于不了解比特币及 BSV 区块链的参会者，请允许我在开场的时候给大家做一段简短的介绍。BSV 区块链呢是唯一遵循着中本聪于2008年发表的白皮书中协议的区块链，所以 BSV 区块链它既是一个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同时也是一个全球化企业级区块链。也就是说，对于不曾了解或者听说过 BSV 的人，请首先认识到 BSV 区块链是已经稳定运行近12年的成熟的区块链网络。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听说过比特币，或者对它略知一二，但是对比特币真正的创新价值和技术原理有深入理解的人依然是极少的。尤其是近年来众多的 ICO 骗局，所谓打着 DeFi 名义的资金盘和非法金融衍生品，这一类的非法行为使许多国内企业和机构对全球化公链产生了偏见，从而开始寻求联盟链、企业私链等解决方案。然而，联盟链和私链是否是真正的区块链技术，还是传统的分布式数据库的变形，依然存在着争议。因此，我相信重新理解比特币技术是许多人正确认识区块链技术的第一步。那么，我如果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来描述比特币的话，比特就是指数据，币就是指货币，因此比特币其实就是数据和货币的融合。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中本聪在2009年4月时曾经发出过的一封邮件。在这封邮件中他说，目前的 Visa 信用卡网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每天处理1500万笔基于互联网的交易，而比特币已经可以用目前的硬件条件支持远高于此的交易规模，它永远不会有规模上限。这种说法可能颠覆了许多人对比特币的印象，也有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中本聪的痴心妄想。那么这一句话究竟是一个泡沫，还是一个超前的预判？是否真的可以实现？以及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有多远了呢？相信大家可以在我接下来对 BSV 区块链的概念描述中，以及我们的发展情况中自行判断。作为始终秉承中本聪愿景和技术概念的 BSV 区块链，技术演进和发展的方向也始终遵循着探索区块链技术本质的路径。那么比特币区块链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可审计的、可验证的、透明的账本。目前在 BSV 区块链上已经可以实现智能合约、通证经济，建立起来大规模的企业级区块链应用。同时 BSV 区块链还有独特的 MetaNet 原网特性，支持微支付交易，并且能够赋能大数据与 AI 行业。我们总结出 BSV 区块链的4大核心特性。首先就是它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除了网络的稳定之外，还有它在底层协议层面的稳定，这让企业无需担心因底层协议变更而导致自己已经搭建的系统被迫而变更。同时 BSV 目前已经有可无限扩容的能力，这使它成为目前在性能上可以遥遥领先于其他公链和联盟链，稳定低成本的承载更大更巨量的链上交易和事务。同时它也是一个可审计可监管的公有链，并且能够承载安全和及时的交易。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BSV 网络扩容的进程。2017年8月1日、2018年5月15日和2018年11月15日以及去年的7月24日 BSV 网络已经通过分布式的硬分叉升级，将区块容量从1兆逐步提升至2G。同时在今年的2月4日，也就是BSV 上最重要的一次升级 Genesis 创世纪升级时，移除了区块的上限，并且恢复了比特币脚本的全部功能。也就是说，在目前 BSV 区块链上是具备无限的扩容能力的。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 BSV 主网上的区块记录。在今年2020年5月12日的时候，
由一些自由开发者在 BSV 主网上发起了压力测试，当时分别生成了2个超过300兆的区块，其中5月16日的369兆区块目前依然是世界纪录，在这一个区块里一共包含了132万笔交易。而扩容测试网 STN 一直是主网扩容升级可行性的验证网络。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去年的7月24日的压力测试中， STN 上一共连续产出12个2GB 的区块，其中这些区块每一个都包含270万至400万笔交易，理论 TPS 值已达到了9000。同时，在升级启动之后的26天内，测试网上的交易量一共超过了14亿笔。这14亿笔交易的这个数据是 BTC 链上10年交易量的3倍。在扩容测试网上，目前的区块记录是 3.23G。这一个区块中包含1319万笔交易，其中交易手续费达到了 33.08 BSV。这个展现了 BSV 网络性能还将不断突破当前的状态，具有无限的潜力。此外，我们要注意到交易费33 BSV 这一点。当区块足够大，一个区块的交易数量能够足够多的时候，交易手续费也可以达到远超出区块奖励的数额。这将使比特币网络最重要的成员挖矿节点能够长期的获得合理的经济激励，这也是公链具有长久生命力和生态活力的必要条件。对于正在探索区块链落地应用的企业和开发者来说，其实他们非常关注区块链的性能，这决定了你们要构建的一些链上商业应用能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而不被底层的链所制约。那么呢，我们在这一张幻灯片上可以看到 BSV 主网以及扩容测试网的 TPS 记录。其中主网的 TPS 峰值在历史上的峰值已经达到了2847，而测试网甚至高达66万，并且这个数据这个记录还在不断的刷新当中。同时Bitcoin SV 节点团队还正在开发着 TerraNode 项目，也就是说打造未来的 TB 级区块，届时每个区块可以包含40亿笔交易，理论上的 TPS 可以达到700万笔交易每秒。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企业已经在 BSV 链上开始搭建起了他们的商业应用，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数据领域、大数据、娱乐产业、社交媒体、供应链管理、电子广告、身份管理、电子竞技以及金融服务行业。其中这些企业级应用当中不乏某些国家专业领域的知名企业。比如说，有承载美国20%以上药品处方数据管理公司，EHR Data 这家公司，他们在 BSV 链上搭建公民的全球医疗记录系统；还有韩国第2大移动应用商店，在 BSV 链上搭建原创作品的交互平台。挪威的 Unisort 是一家做深海鱼供应链管理公司，它将 BSV 区块链的性能应用于成熟的 ERP 系统上。还有美国的 Chronoverse 是一家非常资深的区块链游戏公司，他们目前的首款大型链上格斗游戏已经上线了。同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今年6月底，在 BSV 生态系统中已经涌现出了428个应用以及工具，其中有320个应用和服务，80个开发资源，28个协议。这些都告诉我们，现在你就可以开始行动起来，在 BSV 区块链上搭建你自己的应用项目了。那么在此，我也想向大家郑重地介绍一下我所任职的协会——比特币协会，总部位于瑞士，是推动 BSV 数字货币以及区块链发展的全球性行业组织。我们协会汇聚了生态中的各类参与者，然后促进大家一起来推动比特币商业发展。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协会致力于构建一个监管友好的生态系统，在鼓励数字货币创新的同时，也要促进合法行为。我们在全球推广 BSV 区块链技术呢，被更多的商业企业利用，同时也投入了许多资源在全球的开发者支持上。因为这次活动是开发者大会，接下来呢，我就重点介绍一下比特币协会目前在开发者支持上的推进的一些项目。首先呢，就是开发者大会。
这一次大会其实是比特币协会举办的第2届开发者大会，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举办了一场全英文的开发者大会，同样是2天的时间，也是以线上直播的方式。当时有82个国家的人报名，2天的活动中有3400人次观看，其中据我们统计，有51%的参会者都是没有区块链开发经验的。还有就是我们举办的BSV 编程马拉松，我们的第3届编程马拉松在上周刚刚结束了项目征集，现在正在评审阶段，最终的获胜者将一同分享10万美元的奖金，获胜者将在10月初公布。还有就是 BSV 线上研讨会，线上研讨会是由英国技术公司 N-Chain 支持的所有的技术内容。我们目前在中国已经有5位比特币协会的培训讲师，同时我们的中文内容也在由 N-Chain 的高级研究员张伟进行着内容质量的监管。我们在上周已经结束了第1阶段的线上研讨会，一共8期。这些线上研讨会的视频回放都可以在 CSDN 上面查看到。这一个是我们针对中国开发者以及中国市场推出的开发者支持计划，就是在 CSDN 上搭建的比特币区块链中文开发者社区，域名非常好记 bsv.csdn.net， 在上面大家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关于比特币链上开发的资料、文章、视频以及一些讨论，还有我们发布的一些生态进展。BSV 知识库是我们根据比特币早期的 Bitcoin Wiki 做的大幅度的修正，然后加入了许多 BSV 的特有的技术特性。目前是全英文的，已经发布，但是正在不断的补充内容，大家可以前往 wiki.bitcoinsv.io 这个网站查阅。还有一个针对 BSV 开发者的一个开发工具和项目的导航网站 bsvdevs.com。然后我们还有目前已经进行的和在规划当中的多项开发者支持项目，比如开发者交流会，举办一些线下的活动，让开发者聚在一起，他们进行一些思想的碰撞。还有开发者训练营，我们在国外和国内都有一些合作的企业和机构，他们举办这种大概为期几天或者1周的这种集中性的开发培训。还有线上的系列课程以及授予证书的课程，这个都会在今年年底以及明年年初，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开始试点推行。同时还有中本聪奖学金，这个目前我们第1份奖学金已经授予了剑桥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如果有中国的企业或者机构对我们比特币协会在中国推出的这些开发者项目感兴趣，可以通过左侧的联系方式联系到我。最后呢，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对这2天演讲内容的一个概览，帮助各位可以能够更好的学习和吸收我们这次开发者大会的内容。在第1天的会议当中，我们将内容聚焦于比特币的原理。在这6场演讲中，你可以清晰地了解比特币网络的深层原理，以及 BSV 区块链的独特技术特性。比如 BSV 区块链上稳定的极低的交易手续费率是如何实现的，应用开发者如何降低链上的开发和运营成本，比特币脚本功能如何实现智能合约，简易支付验证如何赋能微支付能力，以及提升区块链数据交互效率。在最后呢，大家也会观看到由 Craig Wright 博士的一场关于比特币脚本的一场深度的对话。那么我们第2天的会议内容聚焦在已经在 BSV 上搭建起来的商业应用，这些应用项目将展示他们的开发经验以及目前的商业进展。同时我们最后还贴心的为区块链开发者安排了应用安全和开发工具介绍的环节。希望广大观众都可以在接下来2天的会议中有所收获。